那就是常家那个孤女，听说还赖着魏家的婚约不放呢。常家都那样了，他还好意思在京城待着？换了我，早就找根绳子吊死了。你看他那副样子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三殿下，今日秋寿难得热闹，光比骑射未免无趣，不如添个彩头。随你们。魏世子剑术最好，这彩头自然得由魏世子来出。今日谁要是能赢了我，我便将长青赠予你。魏世子，这可是你的未婚妻。谁不知道魏世子心有所属？这门婚事不过是父母定下来的。他不就是想嫁入国公府吗？夫为妻纲，我让他做什么，他都得做。魏世祖，长青，你疯了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一个从塞北来的蛮子，竟敢当众伤人！当初常家父兄战死雁门关，要不是魏世子把你从马背上接下来，带回国公府，你早就死在京城门口了。长青，你竟然伤我！我不过是说几句玩笑话，你便如此恨我！他还敢说！魏世子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过是想同你开个玩笑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世子有心废了，世子是国公府的继承人，是要承袭爵位、入朝他谋前程的人。去御帐前，这场断了他的青云路啊！派世子去御帐前，这事一定要禀明圣上，请圣上严惩凶徒。娘，你把马鞍去了，马剖也卸了，他第3回把我摔下来怎么办？你第1回摔下马时就去了马鞍，第2回摔下马便卸了马，他第3回把你摔下来，那便说明他养不熟，既训不服，便像这样。青儿，你知道为何常家世代镇守雁门关？因为这里是国门。你祖父守过这里，你曾祖父也守过这里，将来你兄长要守，再将来也许是你。爹，青儿是女儿家，将来要嫁人的，守什么关？谁说女儿家就不能守关？青儿说的对，你们记住，守住了这扇门，身后的百姓就能活；若守不住，那常家人就埋在关门下。好，有志气。来日你若守关，哥哥给你当先锋。这对不小是京城最好的工匠打的，我千里迢迢带来，只为你。魏家的世子吗？婉意，父亲说了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常延安手握重兵，三殿下需要他的支持。那你要答应我，等你拿到婚书，常家就没用了。你可不能真的娶她。我怎么会真的娶她？一个粗鄙的边塞女子罢了。长青，等等，你听我解释。小姐到了。时辰到，请及笄者入堂。西里使全场肃静。常家有女幼承庭训，长于边关，弓马习于鸡之年，当行成人之礼，请习者之母为女加笄。请笄者之父受训。小女当知自立，内修德性，外济世事，养不愧天，俯不怅人，以己之名而撰宣其徒，父妇仍待如以堂。立成。今日还有一事，魏家世子要与我常家姑娘定下婚约。青儿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那便定了。
魏世子远道而来，早些歇息吧。贺长家女及笄成人，贺长家女及笄成人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杨说什么？昨晚假山后面，杨威是三皇子做事的。我若闹起来，父亲难做。常家的女儿不靠男人活，你要嫁便嫁。若有朝一日他负了你，你记得那匹马。我知道，驯不服的马杀了便是。这个该死的杨威，援军明明早就到了，却仍驻军至30里外。我低估了三皇子他们的野心，微子居然可以拒边关百姓而不顾，但我们不行，一日为边关守将，终生便担此职责。常家军，死战不退，死战不退。娘，停一停！不能停，停下来，你身上的伤会冻住，冻住了就再也走不动了。记住这张图，记住雁门关的每一道关隘，每一条小路，记住你父亲，记住你兄长，记住雁门关的每一个人。活下去，长青，活下去。剩下的路你自己走，娘要回去。娘，让开，让他进来。长青，长青，父亲，兄长，娘。你醒了？这里是国公府，西苑，你昏迷了整整7日。太医说，若再醒不来，便是神仙也难救了。为什么救我？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不护着你，谁护？谢谢你。姑娘，长公主揭发了北京24城都督杨威通敌叛国，杨家满门已经所拿入京了。当日我父兄死守雁门关时，24城的10万驻军就在30里外。杨威罔据军令，瞒报军情，和北敌里应外合，活活拖死了我常家满门。如今3司会审定案，杨威被判凌迟，家产充公，亲族流放。姑娘，老天总算开眼了。小姐今日气色真好，照这样养下去，过不了多久就能痊愈了。这西苑的景致确实养人。长青，你别误会，我同婉意真的没什么。他父亲被判了凌迟，满门抄斩，他无处可去了。我只是安慰他，你别多想。然后呢？杨威罪该万死，但其家眷无辜。我与他曾是旧识。长青，你要体谅我。体谅什么？体谅你收留叛国罪臣的家眷。婚书还你，聘礼我会让人送回。你要退婚？是。就因为婉意，我跟你说过，我只是庇护他。他父亲是罪臣，他若无人收留，只会被流放3千里。你也是经历过丧亲之痛的人，你也知道我经历过丧亲之痛。杨威通敌叛国，他与北狄左贤王密信往来，将我父兄的布防图泄露给敌军。雁门关3万将士，我父亲、我兄长，都是被他活活拖死的。你要我体谅仇人的家眷？魏世子，你庇护谁是你的自由，但我不必体谅。从今日起，我与国公府再无瓜葛。长青，长青，
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见我一面，听我解释。这已经是魏世子这第5次过来了，他一直在外面守着。不见。世子，长姑娘是铁了心，外头风大，您身子还没大好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话说那常将军贪功冒进，常家满门中人，那还不着急？我父亲贪功冒进，杨威反倒成了冤屈的好人，颠倒黑白到这种地步，倒真是好本事。常青，你倒舍得露面了，怎么，听到外面的传闻坐不住了？你是不是当我常家没人了？行事毫不长眼，你说我就罢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牵扯到我父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不过说了实话，常家战败是事实，你凭什么赖在我头上？住手！长青，你疯了！居然因为你那死去的父兄区区薄名，就伤了婉意。来人，给我压着他！砸！今日我就砸了你父亲的塑像，他不配在国公府立碑！砸了！这就是我父亲战死前心心念念要保护的大燕子民，你们动手啊！砸！长青，我知道你恨我偏袒婉意，可他的父兄将死，他背着那样的骂名，我再不偏袒他一些，他如何能活下来？我原以为塞北辽阔的天养不出狭隘的鹰，却不想你竟然为了儿女私情，要伤人性命。魏世子，塞北的风沙如刀，烈日如烧，那里长大的孩子只知道恩是恩，仇是仇。你见过塞北的天吗？小姐，他们怎能如此颠倒黑白？那杨威明明通敌叛国，满京城却都在传他死的冤。还有那个杨婉意，现在以魏家表小姐的身份四处走动，到处散布流言，说常将军贪功冒进，说小姐您骄横跋扈。杨威还没死，圣上病重，若此时把国公府和三皇子牵扯进来，只会横生枝节。我要忍，我们还有需要做的。等时机。杨都督，本宫来问你一件事，本宫只问一句：雁门关一战，常家父子究竟没有贪功冒进？殿下何必来这种地方？杨某也是将死之人，殿下不该沾染这些晦气。雁门关大败，数万军民殒命，总要有人承担。常将军一家既已殉国，何必再就细节徒增亡魂不安？王某无能，未能及时援救，致使官破人亡，百死莫赎。但求一死，以谢天下。都督高义，本宫定会为都督讨一个公道。小姐，狱中的消息传出来了，那杨威现在满京城都在传，说杨都督是正人君子，是被常将军连累的。还有人说杨都督明知救不了，还愿意以死谢罪，简直是忠义无双。颠倒黑白到这种地步，倒也真是好本事。这朝中半数官员都与三皇子母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杨威是在替三皇子做事，所以三皇子必须保他。本宫回朝后，曾派人去雁门关，想接应你父亲突围，派去的人只带回了这个。本宫在塞北为之时，隔着大漠与你父亲遥遥相望，他送回了3000赋礼，本宫欠他一份情。公主当日救下的赋役中有我常家军的妻女，公主不欠常家，是常家欠公主一句谢谢。你比你父亲会说话，你要什么？我要杨威死，然后我要这京城所有人知道，常家不曾复国，忠魂不应蒙尘。三皇子身后是半个朝廷，他的母族是京城最显赫的世家。长青，本宫可以帮你，但你若要平反，要这天下满门的血，常家便要与公主同行。常家的女儿果然不一样。好，本宫等的就是这句话。
婉仪妹妹这衣裳可真好看，是江南新来的料子吧？表兄特意托人从江南带来的，说是今年的贡品。听说那常家余孽也来了，可不是，还有脸来呢。说起江南，我倒想起些边关旧事。诸位姐姐莫要见笑，我虽长在江南，家父却常去边关行商，他从来都是绕开雁门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守城父子贪得无厌，过往商旅皆要扒下层皮呢。当时24城的杨都督护商为民，另辟通路，可惜啊，好人没好报。常家余孽滚出京城！就是你们常家害死了雁门关几万人，还有脸来上江啊！常家欠的欠债要让他们偿。我们今天不死在这里，就让他们砸。小姐，那些人一定是被人指使的。我们姑娘是你动的，把她带进来。搜她的身。城东渡口，去城东渡口看一下，快去快回。是。小姐，真的是杨家的人，这杨婉意未免欺人太甚。谁派你来的？无妨，稍等便知晓。这块腰牌仿得不错，字体刻法都对，唯独绣错了。杨家军的令牌是黄铜打的，生了锈是暗红色，你这块是青铜，青铜生绿锈，京城人不认得黄铜绣，对不对？姑娘，那里果然有魏少子的传播。去，喊我御词了，现在就去，往大门外跑，越大声越好，让整条街都听见。小姐，小姐遇刺，快来人啊！小姐遇刺了！我相信你什么也不会说，对吧？长青，坚持住，长青，太医马上就到，坚持住！魏世子。你不是护着杨婉莹吗？是我错了，长青，是我错了。我发誓，等你醒来，三皇子再不过问杨威的事，杨威任你处置。万幸未伤及心脉，只是姑娘失血过多，又加上旧伤未愈，需要静养至少3个月。这期间绝不能再受任何刺激，否则伤口崩裂，便是神仙也难救了。昨夜，太医说你失血太多，我守在外间，怕进来扰你。魏世子守了一夜，这是宫里太医院调的回元丹，托了3殿下的人情才拿到这一颗。寻常汤药药性太猛，这一颗怕值不少钱。这时候你还算这个？还有你上次在国公府，我让人砸了你父亲的塑像，我知道说对不起没有用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2次了。你在雁门关接住我1次，昨夜又救了我1次。我长青不是不知好歹的人。这枚虎符是我父亲留给我的，他说常家军认符不认人，谁拿着它，谁就是常家军的主帅。会交给你。长青，这不急，等你养好了伤再说。我知道京城里的人都在说什么，说我常家孤女无依无靠，迟早被人吃干抹净。与其让别人来抢，不如给你。魏少林，我信你1次。长青，我不会负你。我累了，你好好歇着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魏少林，那颗药我会吃的。小姐，那虎符无用之物，给他即可。接下来
好戏刚刚开始。这是今年新供的龙井，太医说你眼下不宜饮浓茶，这个清淡，等你伤好了再喝。你这些日子往这里跑的勤，朝中的人怕是要说魏世子不务正业了。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你养伤要紧。我听说杨婉意被送到庄子上去之后，闹得很厉害。他闹他的，我已经吩咐过了，不会让他再回京城。他那日当众污蔑常将军，本就该受罚。送他去庄子上，已经是看在往日情分上。往日情分？长青，我跟你说过，我对杨婉意从无私情，从前没有，以后更不会有。你若不信，我可以对天不必发誓，我信你就是。记得。你记不记得我击毙那日，你送了我一对步摇？我把步摇递给你，你说真好看。后来我把那对步摇折断了，在乱葬岗。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之间就这样了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仇人也好，陌路也好。但你那天冲进来的时候，我想的是雁门关，你在城门口接住我的那个冬天，我想的是那个魏少林。长青，等你的伤养好了，我们就把婚期定下来。我会让你成为全京城最风光的新娘子，往后谁再敢说你半句不是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只会说长青你要体谅我。以前是我糊涂，往后换我护着你。厨房新来的厨娘做甜点的手艺不错，你尝尝。魏少林，怎么了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醒了。别想了，都过去了。我以为自己活不了了。我闭上眼就能看见我父亲，看见我兄长，看见雁门关的城墙被火烧成红色，我活下来了。杨威还活着，他还在诏狱里，每天有人给他送饭，有人给他换药，还能想起自己做的那些事，却不用偿命。我想亲手解决他。什么时候？越快越好。明天夜里，诏狱换班是子时3刻，中间有一盏茶的空档，守卫那边我来安排。你能下榻吗？能。进去之后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守卫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你有1炷香的时间，记住，不管杨威说什么，不要耽搁，办完事马上出来。长青，长青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不能杀我！你若是杀了我，你父兄的生命永不能恢复，反而坐实你常家心虚。你常家心虚，你杀我是灭口，你父兄贪功冒进的事就永远洗不清了。长青，你听到没有？你洗不清了。杨都督，你刚才说我父兄的生命永不能恢复。喝。杨威，我父兄是怎么死的，你比我清楚。雁门关的3万条命是怎么死的，你也比我清楚。37封密信，你一封都写着你的名字。喝。住手！长青，杨威一案有新证人，圣上今日重申此案。你若现在杀了他，长江满门的冤屈就真的洗不清了。哪有？我只是让他品品这塞北六酒，大人喝得急，呛到了而已。世子不好意思，看来是我浪费了这次机会。小人亲眼所见，常将军贪功冒进，拒不让24城驻军入关，致使雁门关失守。儿臣以为，杨都督纵有失察之过，然常将军父子已殉国，若再深究细枝末节，恐寒边关将士之心。混账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在此巧言令色，替他开脱？北狄左贤王与杨威往来密信，共37封。信中不仅涉及军情传递、兵力部署，更牵扯京中数名官员，其中与3殿下母族有关的不在少数。杨威凌迟处死，3皇子赵昭恒禁足府中，无旨不得出。长青，那密函是你伪造的。是又如何？3皇子是明主，他登基后自会为你父兄平反。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会替你想办法。可你为什么要替长公主伪造密证？
那女人狼子野心，妄图否极私刃。你为了一己私仇，竟要与虎谋皮！明主，那个要置我父兄于死地、夺我常家兵权的人是你的明主。魏少林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三皇子需要常家的兵权，我父亲挡了，你要我父亲死，所以难道你是帮凶？好了，魏少林，如果你只是说这些，走吧，不送。真是风雨将至啊！看来要尽快与公主商量接下来的事。上京离边关其实不远，从北蝶王庭到京城，骑兵急行军只需10日。当年先帝驾崩，北狄趁国丧之举全国南下，连破3关。朝中所有人都说守不住了。临安、迁都、临安、临时安宁，连名字都透着一股随时要再跑的味道。满朝文武只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了不，我母亲。臣愿立军令状，若守不住京城，臣的人头挂在城门上，给北狄人当靶子；若守住了，臣不要封赏。臣只要陛下记住，这大燕的国门不是只有男人守得住。10天后，北狄兵临城下，战了他整整2天2夜。北狄撤兵那天，他的铠甲脱不下来，是军士用烧酒一点一点泡开的，里面那层衣裳已经分不清哪是布料哪是肉。后来新帝登基，第一道圣旨不是登基诏书，是封赏令。此举坏了祖制。父皇在龙椅上只说了一句话：祖制里也没有人替朕守过这座城。此后10年，母亲先后带兵收复雁门关、平北疆，击退北狄3次反扑。每一次出征，父皇都会站在城楼上目送他出城。有一回他回京述职，满朝文武在朝堂上等他，最后散了朝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在城门口和伤兵一起分粥。父皇登基后，曾想立他为后。朕想立你为后。陛下，臣这双手握得住刀，握不住凤印。臣穿惯了盔甲，穿不惯凤袍。您若真要赏臣，就赏臣一支骑兵。北疆不平，臣不还朝。他走的时候，父皇没有去送，不是不想去，是不敢去。父皇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，写了整整1页的字，每一张纸上都是同一句话：北疆已平，卿可还朝。那张纸上的字，最后也没有送出宫。直到后来，母亲竟因此前战事留下暗疾，加之军情繁忙，积劳可食。母亲下葬之后，我在她书房里翻到，她留了一封回信，那封信没有寄出去，被压在阵椅下面，放了不知多少年。殿下，北疆暂平，臣意可还，只臣已不能骑马了，就不去见你了。听我说了这么多，长青，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。现在杨威死了，你大仇得报，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想听听公主有何打算。那我就直说了，北狄虽暂退，但左贤王仍在。你母亲林英娥，母亲还活着。我的探子来报，她已深入敌后大事，而且她带着一支不到100人的小队，化整为零，潜入北狄王庭，已潜伏6月。赵昭恒只是其母族傀儡，他若登基，杨威这样的事还会发生，不是1次，是无数次。边关将士的血会1年又1年的流，而我在北狄当了10年人质，我知道流血的滋味。长青，你愿意帮我吗？长青，愿效死力。这回秋寿随行明簪里，可有恒儿？回陛下，3殿下尚在禁足，按例罢了，让他也来吧。朕老了，总不能关他一辈子。等等，兵部今早递上来的那道折子，北狄左贤王在雁门关外游弋。这件事明日秋猎之前，朕不想在猎场上扫了众人的兴，但边关的事也不能装作不知道。是，长青那个丫头是常延安的女儿，她知道该怎么做。少林啊，殿下，这么长时日，也就你来照看本宫。殿下，你我是至交，更是君臣，这是哪里的话？如今我被禁足在此，赵昭宁借着秋朔主持大局，笼络朝臣。等我在感业寺念够了经，京城恐怕连我立足之地都没有了。
我如何能斗得过？陛下今日传了口谕，秋寿让您也参加。父皇这是松了口，如今让我去秋寿，他们会觉得圣心未了，会觉得我赵昭恒还有翻身的机会。那些还在观望的人，秋寿之后，怕是要重新压住了。今日有何事？常家军的兵符，如今在我手中。这虎符你调不动常家军的一兵一卒，这调令仍在臣下，你我都清楚。殿下说的对，长青的调兵之权确实是延续圣恩才得以暂稳。常延安战死之后，陛下念及常家满门忠烈，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，才让他以定北将军之名暂掌军务。但暂掌不是世袭，这道调令迟早要交还朝廷，而我与他的婚约就是最名正言顺的交接，所以臣今夜来不是要殿下冒险去夺一道本就该属于殿下的调令，是要帮他一把，让他自己交出来。臣在此前早已获取常青一些信任，现在只待大婚，我即可掌握常家兵权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常青能在京城站到今天，靠的便是圣上的愧疚以及长公主的信任，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得能够胜任这份愧疚和信任。兵部每隔10日向边关发送军情堂报，兵部左侍郎是我们的人，他只需在下一期堂报里加一句话：北狄左贤王部近日在关外有变动，但他同时还会看到另一个东西，雁门关的烽火传讯。烽火传讯，你连左贤王都打了招呼。秋猎前夕，他会收到雁门关烽火传讯，左贤王部众在关外集结，以他的性子，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下令常家军出关清剿。调兵的理由无可敲起。常家军出关之后，如果发现关外根本没有北狄主力，如果左贤王的部众只是虚张声势，一触即退，那这道军令就成了误判，根本没有北狄主力。如果左贤王的部众往小了说是他经验不足误信烽火，往大了说是滥用调令劳师哄众，陛下就算念旧，心里也会记一笔。长公主再信任他，也会重新掂量。朝中那些一直盯着常家军的人，更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你是说，让他的军令变成一次失误？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臣在秋射场上要做的，就是让这个过程提前开始。他在猎场上收到军情的同时，臣会让他在所有人面前失控。最后，再让军情处御帐报出军情，常家军劳师动众，却一无所获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殿下已然知晓。好，那本宫便听你的好消息。殿下请拭目以待。圣上，求圣上为我家灵儿做主。那长青众目睽睽之下当众行凶，一箭射穿了我儿膝盖，有膝骨碎，等于断了青云路啊！这毒妇有心何其歹毒！长青当众伤人，是枉法于无误，若不严查，人人效仿，朝纲何在？长青，你为何伤人？圣上明鉴，臣女不过是同魏世子开个玩笑。什么样的玩笑要一箭射穿人的膝盖骨？你分明是蓄意报复，其心可诛。魏世子身体强健，定会很快恢复。方才猎场上，魏世子与诸位世家子弟说笑于我，赠与他人。说起来也是魏世子先同我说笑的。报！塞北军情急报！常家军副将林英娥折伏敌后6月，于3日前斩下北狄王头颅，已送至定北大营。常家军主力同期拖住左贤王部，使其无法回援。北狄王庭已溃，残部北遁。天佑大燕，忠烈不举。天佑大燕。林英娥，他现在何处？回陛下，林将军率部斩首北狄王后，已率部回师雁门关，正与常家军主力会合。左贤王部闻讯已退兵百里。这孩子真像你呀，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常氏忠烈，满门必喜。长青是延安血脉，少年义气，偶有冲突是常事。此事到此为止。圣上，微臣只是多日未见三殿下，今日相谈甚欢忘了神，这才中箭，只是思念旧友。既如此，便让昭恒去你府上照料半月吧。
殿下，看来我们又赢了。是啊，但是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。我了解赵昭恒，现在的形势对他极为不利，他一定会走上极端。如今上京的城防开始替换，这是国公府才有的权利。看来他们已经狗急跳墙了。这是本宫在京中全部暗线的名录，联络方式、接头暗号、藏匿地点全在这里。从今日起，这些人都归你调用。多谢殿下信任，同时我也会联络母亲，做出应对之策。少林，你受苦了。殿下，这一剑值了，圣上欠了您的锦足，一条腿算什么？殿下若不即位，我这条命都不值钱。只是没想到那林英娥居然还活着，直接打乱了之前的计划。京城部署已经全是我国公府的人，现在皇城镇境卫也由杨家的人控制，整座城就是密不透风的牢笼。加上您的敬畏，皇位唾手可得。现在有林英娥在，边关距离上京不过数百里，一旦他有所察觉，这夺来皇位根本做不了几日。所以现在就不得不让林英娥分心乏力了。你的意思是和左贤王合作？是与北狄合作，但不是左贤王，而是北狄新王莫烈。接下来我要做的便是稳住长青，以便接下来的形势。至于殿下，我要做的就是挽回父皇与天下人面前的形象，好名正言顺。莫烈，本王助你夺得这王位，你怎能如此待本王？哼，笑话！本王只知道你不仅抵御常家军不利，致使我父王殒命，还与敌国勾结。这等大罪送你去长生天已是仁慈。本王叱咤一辈子，居然落得此下场，好有种！但我左贤部下岂会善罢甘休？这不劳你费心，是吧，左亚？原来是你，孽障！很惊讶吗，父王？我比那几个蠢货阿哥强出不少，为何处处不受待见？那又如何？女子就是女子，如何能掌兵，让女子带兵笑话？你的话太多了，父王。左贤部众由我管束，您可放心去了。我军元帅左贤王通敌叛国，已于今夜被本王处决。他在雁门关外与南朝私通书信，拿漠北勇士性命换他自己的粮草。他的头在这里，他的罪也在这里。本王今天召集你们，不是来商量，是来告诉你们，谁能接替他。左亚，从现在起，他是你们的元帅。左贤王通敌，死有余辜，但推一个女人做元帅，我不服。他上过几次战场，带过几个兵，凭什么让一个丫头片子来指挥漠北的勇士？我说的就是大家不敢说的，一个女人。我从10岁开始跟着马队巡边，14岁独自带斥候深入漠南，17岁领左翼骑兵截断敌军粮道，擒下敌军主将。如何？我不杀你，不是因为你不该死，是因为你是一个好骑兵。漠北的好骑兵不多了，我不想浪费。左亚殿下，这些年来您的努力能力，我等都看在眼里，我等愿追随殿下。我服，左亚殿下，我发土，愿效死力。漠北的勇士们，从今日起，我是你们的盾，你们的眼睛，跟着我，我会带你们拿回属于漠北的一切。但有二心死火。长青，这些日子我时时在想，我们何以至此？我对杨婉意从无私情，当日助杨威，是因三殿下被他蒙蔽，以为雁门关一案真有冤屈。我是你的未婚夫，那时情形，我若开口替常将军辩白，只会让你更陷险境，不是要害你。我知道你心中长公主，可这些时日，他门下人人得势，唯有你与林将军未得半瓶风响。他是在冷着你，敲打你，好叫你记得，你能依仗的，从来只有他。长青，我是真的想护着你，我不会骗你的。三殿下仁厚，来日若登大宝，我必为你求得一品诰命，让你成为这大燕除中宫之外最尊贵的女子。长青，你以为躲在长公主府我就找不到你了？怎么不敢下来？那天在国公府你不是很威风吗？一剑刺过来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副畏畏缩缩的样子。我爹死了，少林也冷落于我，都是因为你。今天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别想活着走这条巷子。梁婉意，
你父亲通敌叛国，铁证如山。你散布流言，辱我父兄，那一件是你该受的。你今天来，先把这个贱人给我拉出来！想动我小姐，先过我这关。哈哈哈！常家果然没人了，连个端茶倒水的丫头都派出来送死。小丫头，你这刀拿反了没有？杨家侍卫不过如此，连我一个侍女都打不过。刚才谁说常家没人了？站出来，再让我练练手。废物，连个丫头都打不过，都愣着干什么？跟我一起上，抓住他！一群乌合之众，也敢伤小姐？你不敢动我，我是魏家的表小姐，你动了我，少林不会放过你。杨婉意，是谁让你变成这样？是你父亲，更是你自己。这条路是你自己选，带这些人走吧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再提我父兄一个字，便不会这样仁慈。姑娘好眼力，这匹云锦是今年江南进贡的，整个京城只有3匹。这匹还有那匹蜀信，都送到常府去。你这般铺张，不知道的还以国公府娶了个公主。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大事，自然要铺张些。你不恨我了？恨？哪有？我终究是个女子，总要有个归宿。这京城除了国公府，还有谁会收留一个孤女？你放心，我会让你成为全京城最风光的新娘子。第3批人手已通过商队掩护入城，共42人，均为常家精锐。安置在哪里？分散在各处货站求方米铺，按您吩咐，绝不聚在一起。东华门至乾元殿的路线，每个街头都要有我们的人接应，记住要他们在关键时刻出现。我想明白。传信给母亲，婚期定在9月，让她的人在那之前赶到。常姑娘，三殿下，不必多礼。本宫在此清修，为常将军和边关将士诵经祈福。三殿下有心了，父亲与兄长在天有灵，定会感念殿下这份心意。该做的，本宫从前被人蒙蔽，做了许多错事，如今只盼能稍赎罪孽。殿下，如今朝局未稳，圣上龙体见驾，你若此时离去清修，叫我们如何是好？少李，我非明主，亦无颜面再居此位，你们另择良木吧。殿下，祈福之事不急一时，倒是家母不日将奉旨回京。当年少离在塞北时，多次与家父家母提及三殿下，家母曾言，最遗憾的便是未能亲眼见一见三殿下。常夫人巾帼英雄，本宫是该当面道歉。这样吧，本宫在府中设一小佛堂，斋戒皮日，为常将军和边关将士祈福。待常夫人回京，本宫再当面谢罪。三殿下果然宅心仁厚，这才是贤王风范。三殿下仁厚啊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他为常将军诵经100日，这份诚心天地可见，实乃大燕之福。这才是真正的贤王风范呐！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何况过是殿下本是被人蒙蔽罢了。说来也是有趣，当年长公主从北狄返京，带回了3000妇糜，按理说是大功一件吧？可不是，结果呢，被朝臣们骂妇人之仁，说她没有远见，说带回妇糜是浪费粮草，却不知在北狄，那些女人留下只有死路一条。长公主救人被骂，三殿下构陷忠良，却成了仁厚，这世道。世人对待女人似乎从来都更为苛刻些，十全九美的事也能挑出不足，而对待男人呢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常家真是大手笔，光这云锦就有10匹，蜀绣8匹，还有这金器，比当年公主出嫁也不差了。仔细着些，这些可都是常家送来的嫁妆，少一件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常在路北就不看了。那宋箱子装的是什么？母亲的贺礼，一些旧物，不值钱。常夫人的贺礼
自然非比寻常。长青，你看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等母亲从雁门山回来，咱们就成亲。圣上病逝日沉，御医私下说，最多撑不过这个冬天。长公主已把持朝政3月有余，禁军统领表面中立，但副统领是长公主的人。长公主那边如何？更麻烦的是，常家军的人已经开始渗透进京了。常家军有多少人在京城？表面上是送嫁妆的随从，不超过100人，但暗地里，我们只查到货站和酒屋有几处可疑，具体人数无法确定。不能再等了。大婚那日，常家必有人来贺，人多眼杂，正是动手之时。传令下去，婚期前所有人就位，以焰火为号。这一次，只许胜，不许败。行了，走吧。将军，末将带来夫人亲笔信和64顿亲自嫁妆。母亲可有话传给我？夫人说，雁门关事多繁杂，她分身乏术，无法赴京参加您的婚礼。小姐，长公主便传话，一切就绪，只待大婚之日。告诉长公主，调令就在国公府，64台嫁妆了，便是收网之吉。长青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今日我便告诉你，你什么也不是。因为从今天开始，一切都要被改写。你以为少林当真会娶你？一个塞北来的蛮子，根本不配入国公府。说完了，拿下他，押他进宫，让他亲眼见证殿下登基。父皇，儿臣来即位了，儿臣一定会将大燕带领至一个新的高度的。本来朕还认为你有所悔悟，看来是朕错了。悔性？什么悔性？为了这一刻，我臣独不敢吃，也曾不敢怠，在你面前做孝子，在朝臣跟当人主，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。我只错了一次，父皇便废我如敝履。群臣便转投那蛮妇群下，凭什么？陛下，您已赢了。父皇，只要你禅位于我，朕可以让你安享晚年。长青啊，长青！你和长公主还挺能折腾，几次3番坏我大事。但是如今整座京城都已经成为铁壁，你和赵昭莹都插翅难逃。在朕看来，你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昭宁。大燕交给你，定会灭国。你去把上面聒噪的老头处决掉。殿下，这再废话就先处决你。是。不对，方才大殿灯光昏暗，未仔细看清，你不是长青。殿下真是迟钝，这么久才发现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长青呢？杨婉惜呢？押人给我押好了。找我们小姐吗？她早就恭候多时了。今天我就弑君了又如何？臣救驾来迟，还望陛下恕罪。下次出场悠着点，
朕有点受不了。陛下恕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将圣上从密道带出，剩下的人随我控制住这些叛军。是，拦住他！朕命令你们拦住他！你是谁？好大的胆子，敢坏朕的大事！区区谋逆之徒也敢自称朕？至于我是谁，自是诛逆之人，拿下他们！这不可能！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当中，怎么会？护驾，给朕拦住他！缴械，跪下！常家军听令，缴械不杀，顽抗者死！拿下！长青，你们别得意，如今我母族的军队同杨家和国公府早已将整个京城围得水泄不通，只不过他们正在去召召您的命，随后就赶到，把你们统统抓起来。好啊，我等着你的军队。哼，倒是狂妄！待大军来临，我看你还能否这样云淡风轻。三皇子赵昭恒勾结逆贼，挟持忠良，举兵谋逆，众将士听令，随本宫入宫，诛杀逆贼。禁军呢？东华门的守军呢？魏少陵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常家军？三皇子赵昭恒，你勾结逆贼，挟持忠良，举兵谋逆，这3条罪名，你认还是不认？魏少陵，你先前不是说他们根本调动不了这么大规模的常家军吗？殿下，三皇子举兵谋反，其母族结党营私，勾结外敌，证据确凿。魏少陵，你三殿下，我不曾背叛谁，我从来只是想彻底拔出大燕的毒瘤罢了。少陵，你居然背叛我！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小人！三殿下，其实我也十分同情你，毕竟你也只是你母族的工具罢了。但今日你的所作所为，表明了你不值得同情。你这个混蛋！你为了自己的皇位，不惜构陷忠良，纵容母族大肆敛财，致使我大燕国力日益削弱。三皇子同其母族，不仅利用其权势聚敛无难，构陷忠良，而今更是举兵谋反，意图戕害父皇，罪孽之声，神怒天诛。今日本宫便将其就地正法，其母族及勾连势力亲族流放。魏少林，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叛我。虽然此前我也曾对你有些疑虑，但是你同长青的表现，以及确实与北狄往来的密信，却又看不出任何端倪。北狄那边我的确有过往来，但是新任北狄王性格刚硬，又不愿同我合作，我能如何？对吧，殿下？你的人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，通信的人便无法传回巨信，这能怪谁？殿下，你。至于长青，这个还不是演戏。为了瞒得过你，只有我与长公主知道我打入你内部的秘密，而在昨夜她才知晓。至于为什么是昨夜才知晓，今日未记吃的什么，为何腹痛？魏世子，别来无恙啊！不知阁下深夜来访，可有要事？确有要事，想同世子商议。既如此，明日可否？我现在也有要事。无妨，我的要事解决了，石子的要事也就解决了。不知阁下要事是什么？自然是取世子的项上人头。阁下真会说笑。长公主殿下。
世子不惧地上凉，坏了身子吗？你究竟是谁？竟敢闯入国公府行凶？行凶？我只是为大燕铲除蛀虫，为民除害。等等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听我解释。一是少侠、大侠，你怎会有长公主的密令？能这么熟悉我国公府的人，身手还这么好，能辨得公主密令。好了，长青，我知道是你。你听我解释，其实我也是公主的人。好啊，为了活命，连公主的密令都敢伪造，看来留你不得。等等，长青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别！那谈谈吧，说说到底怎么回事。等等，长青，我去个茅房。快点儿！我马上过来，长青，等等我。这你便不用知晓。三皇子赵昭恒举兵谋反，构陷忠良，通敌叛国，罪无可赦。今日本宫判你就地正法。长青，你过来。你长得真像你父亲。雁门沟那一战，朕欠常家的这辈子还不了了。你父亲给朕守了一辈子国门，朕却没护住他，朕对不起常家。陛下，臣的父亲从不曾怨过陛下，他为大燕守关，死得其所。朕封你为定北侯，待你母亲承常家军印，镇守雁门关。从今往后，边关的事，朕交给你，不必再向任何人禀报。臣领旨。魏少林，你做的那些事，宁儿都告诉朕了。大燕有你这样一位少年谋士，好，你此后是长公主的臣子，也是长青的夫君。朕不担心你，朕看得出来你是聪明人。朕只担心一件事，你太聪明了，聪明到有时候连你自己都分不清，你做的哪件事是为了大局，哪件事是为了你自己。陛下，臣分得清。从今夜起，臣只为2件事活着：效忠殿下，守护长青。宁儿，朕这辈子最为愧对的便是你。朕不是个好皇帝，更不是好父亲，朕太软弱。父皇，本想让你能够安宁一生，但奈何朝堂弄人，边关动荡，为江山社稷着想，朕让你去北狄为质10年。父皇，儿臣从未怨过你，在北狄的每一天，儿臣都知道你是迫不得已。从今往后，大燕就交给你了，苦了你了，孩子。宁儿，朕想看你舞一段剑，可好？太子加冠，百官朝贺。殿下，还行见9里了。北疆的军报今日到了。回殿下，左虎王被击退，殿下可以安心行冠礼。殿下，臣刚回来，马跑死了一匹，还是没赶上。你从北疆跑回来就为了这个？殿下今日加冠，即将登基亲政，自是要回来的。臣没什么好送的，臣只会舞刀弄枪。殿下若不嫌弃，臣给殿下舞一段剑，算是贺礼。好。
陛下驾崩了。告祭天地旨。臣昭宁敬告于皇天后土，社稷不可一日无主。臣以长女所愿，乃天命所归，祖宗所托。臣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。臣昭宁警告于后土神行，臣承大位，当以养民为本，有违此言，神其地旨。臣昭宁警告于列祖列宗，太祖开国，定鼎中原，列圣相承，之于先帝。先帝以社稷复臣，臣敢不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以守祖宗之业。告祭礼成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正殿即位，百官恭迎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设北境护市，减免边关赋赋税3年。开武举、开科举，女子亦可应试。女子欲从军者，可在当地府衙报名，经考核后编入各军。朕的母亲替朕守过这座城，朕的父亲替朕坐过这把椅子。朕要这天下不辜负任何一个有能之人，无论男女，无论出身，生在公侯之家也好，生在边关烽火台下也罢，皆可站在这座殿上。当年的小丫头也是有的几分英气。好，那这座城门就交给你了。走。这新任定北将军有点意思。殿下，方才那一箭是试探。居然是莫烈殿下，如今该称呼一声王上了。看来你就是我族上一任神师。本王听说你被先王囚禁于此的时候，还以为是个老头子。看来王庭终归遇到了麻烦，在下已恭候多时了。